这里就是被称为现实版的仙侠世界江西望仙谷。你见过这么逼真的天宫仙境吗？你见过挂在悬崖绝壁之上的房子吗？这里甚至还有传说当中刘伯温留下的36大香、72小香的金银财宝。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里真实的样子，都不知道望仙谷里面究竟有什么。今天阿波就带你走进仙侠世界望仙谷，走吧。望仙谷是在江西省上饶市，藏在灵山当中的一道峡谷。你从这里看望仙谷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来到望仙谷啊，一定要登到上面的朝鹤楼去看一看望仙谷的全景。现在我们就登上去，带你看望仙谷的全景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已经登上朝鹤楼了。为什么这里要叫朝鹤楼呢？因为它是建在陡峭的白鹤崖之上。从这里啊往远处看，这里简直就是一幅现实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有点站在天宫俯视人间烟火的那种感觉。真不知道这下面的世界啊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我们现在呢就下去带你走进望仙谷。来到望仙谷，记得一定要到这座桥上来走一走，它叫做揽月桥。一边是奇幻的仙侠世界，而另外一边呢则是具有酸甜苦辣的人间烟火。很多人来到望仙谷都不知道望仙谷的神仙究竟是谁。望仙谷的神仙是三国时期的胡兆，字孔明，他也是三国时期的隐士和书法家。传说胡兆呢还是司马懿的老师，因为不想参与战乱，来到望仙谷修仙炼丹，给当地的百姓看病解难，被百姓称为灵山神仙。传说胡兆89岁的时候在这里羽化升仙，这片峡谷也被称之为望仙谷。你们往那里看，那里呢就是望仙谷挂在悬崖上的房子，既有山西悬空寺的巍峨，又有甘肃麦积山的灵秀。为什么这里的房子都要挂在悬崖上呢？有两个说法。一说这里呢是道家的33福地，两边的悬崖上居住的呀，以前都是修道的仙人，把房子建在悬崖上也是为了能够距离天更近一些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当地啊经常爆发山洪，山下的村民为了躲避山洪，就选择把房子建在高处的悬崖之上，而在悬崖的下面就是一条深深的峡谷，这条峡谷啊就是望仙谷。来到望仙谷，很多人都只是知道望仙谷很美，肯定不知道这里不仅美，而且还藏有很多的金银财宝。在元朝末年的时候，刘伯温大战陈友谅，路过望仙谷，觉得这里暗藏天机，是个风水宝地，便把随军的金银财宝埋在这里，共计是108箱，分别为36大箱跟72小箱。刘伯温计划，如果打了胜仗，这些金银财宝就算是祭拜天上的108星宿；如果兵败，那这些财宝呢，可以作为日后东山再起的资金。后来望仙谷这一带呢，一直都在流传日照观音、白银真金的传说，说不定这就是开启暗藏宝藏的口诀，也说不定下一个发现宝藏的人有可能就是你。来到望仙谷，一定要记得到这条街来走一走，这里有1500多个灯笼组成，这些灯笼代表江西省的99个县和1500个乡镇。江西曾经填湖广，湖广填四川，他乡纵有当头月，不抵家山一盏灯。也希望这些灯笼能够照亮每一位在外漂泊的江西游子回家的道路。如果说白天的望仙谷是仙侠世界，那晚上的望仙谷就是灯火璀璨的世外桃源。真不敢相信，这里以前竟然是一个废弃的乱石场。望仙谷在很早以前，这里呢是江西开采花岗岩的主要的产区。由于开山导致这里村民搬离，环境落后，望仙谷秉持着复原乡村建筑、复活乡村生活、复兴乡村经济的取向，践行拯救落寂乡村、再造新故乡的计划，让望仙谷重新恢复了原有的生机。望仙谷，望仙谷，到底是这里的神仙在望着我们，还是我们在望着这里的神仙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我带着父母呢已经从北京回到了安徽老家了。我把自己呢去北京的线路跟行程呢整理成了一份北京的攻略，文字版的呢我也会放在视频的最后，大家呢可以去保存起来。去北京呢其实是很多父母毕生的心愿之一，但是去北京怎么玩才会划算，真的要注意。
首先，北京的住宿很贵。到了北京以后，你会发现北京的住宿真的比其他城市要贵很多。因为目前呢是暑假，2环的普通的快捷连锁酒店一晚上可能都要600到1000块钱左右了。这在别的地方可以住星级酒店了。建议大家呢，如果你时间充足，平时起的又比较早，可以住在北京比较偏远的地方，因为北京的交通非常发达。建议呢可以住在门头沟或者4环左右的地方。从这些地方去景点，坐地铁的话，大概要花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但是这些地方的酒店便宜，省下来的钱呀都是自己的。如果你不差钱，那另当别论。然后呢，就是北京景点的预约的问题。目前虽然北京很多的地方已经取消了预约，但是故宫跟国家博物馆还是需要预约的，而且预约到的概率几乎没有。如果提前准备预约，这2个地方大家可以试一试国博的小程序和故宫的小程序。故宫呢是每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预约放票，建议呢大家可以提前几天就开始每天晚上的8点钟不停的去刷票，碰碰运气，说不定啊幸运的话有可能会买到。很多博物馆性质的景点呢，虽然说免费，但是周一都是闭馆的，大家记得避开这个时间。比如天坛、故宫、恭王府，还有北京的各种博物馆。如果带上60岁以上的老人跟18周岁以下的孩子，大多数景点呢都是有优惠政策的，这个呀千万要注意。具体呢可以根据景点的规定来决定。要是想要看天安门升国旗，一定要记得早点到。很多人晚上9点钟就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排队占位置了。要是只想感受一下升国旗的氛围，你可以凌晨2点左右抵达天安门广场排队等候也没关系，因为北京4点多天就已经亮了。到北京旅游还要注意一点，出门尽量把身份证全部都带在身上。其次呢，就是哪些景点到底值得去。天坛呢是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地方，非常的壮观。坐地铁4号线到天坛东门站下车就到了。门票呢，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天坛的联票，大概是30块钱。颐和园呢也是地铁4号线到东宫门下车，再步行15分钟，也非常方便，门票也不贵。颐和园旁边呢就是圆明园，这2个景点记得一次性把它走完，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。清华大学呢也在那个位置。恭王府呢是以前和珅的家，地铁6号线到北海北下车。游完以后呢，你可以去对面的北海公园走一走，然后从北海公园里面再走到景山公园。景山公园门票只要2块钱，登顶呢可以看见整个故宫的全景和北京的中轴线，特别壮观。长城呢比较远，也需要比较早出发，有条件呢建议您租一台车，开过去呢大概2个小时左右。体力不错的建议选择徒步爬长城，一定要去好汉坡感受一下。然后从好汉坡呢，再买长城的单程缆车票下山。缆车票单程呢，大概是100块钱，5分钟就下来了。如果你要想去鸟巢，我建议您傍晚的时候去，可以在鸟巢的屋顶上看北京的日落跟奥林匹克公园的夜景。鸟巢门票呢，大概是100块钱，水立方呢就在鸟巢的正对面，晚上的灯光也非常的不错。8大胡同也可以去走一走，感受一下北京的胡同文化，里面还有很多名人的故事。如果想去天安门广场，一定要记得身份证，千万不要忘记。上面说的这些景点呢，除了颐和园、圆明园会比较凉快，其他呢都会被暴晒，一定要遮阳防晒，不然回去以后啊，你就知道北京的厉害了。北京呢，对于我来说是个美食荒漠，但是吃的东西啊都不算贵。北京烤鸭记得一定要去店里面吃现烤的。全聚德呢，还有四季民福，味道呢，我觉得都还不错。豆汁呢，其实也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难喝，你可以挑战一下，也算是喝了北京地道的味道。逛街呢，最适合的地方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前门大街、什刹海都不错。关注阿波，我把这些呢全部都已经整理成了文字，希望对你有用，也祝你北京之行能够玩得开心。